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军方高层人士的异动啊，真的令人震撼。这个消息呢，就是中国大陆国防部在1月24号正式宣布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2人，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立案审查调查。解放军报特别用了5个严重对张刘2人的政治问题来定性。那其中的用词比如说像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特别受人瞩目。张又侠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同时呢跟习近平是一样的他在外界呢被称为是太子党的成员之一。而在国共战争期间，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曾经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所以呢，其实也传出张习2代这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那张又侠呢，也是解放军现役少数参加过1979年陈越战争具有实战经验的共军将领所以这次传出被调查，甚至说是被整肃，对共军战力的影响，现在大家也在看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针对军方内部的影响，我们怎么观察呢？黄老师。我想最重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等于是解放军最高的这个指挥中心就专业的，我们讲专业的这些军人，现在被清洗掉，只剩下1个人。那当然，实际上这又不禁让我又在回想起其实没有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坦白讲，你们假如是看过去斯大林跟希特勒怎么样清洗那些他们旧的这些军方的这个势力，然后也拔擢了一些新的一些所谓的这些将领是，结果实际上面的结果论上面来看，似乎也不错。那所以当然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很立即可以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目前现在所谓具有所谓跨战区，有这种统合站在最高指挥阶层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这个军事专业的人，目前来讲比较没有看到了，因为现在剩下的那个张春明他是主要是管纪委、管纪律的，没错，他是搞那个政治政委出来的，他不是真正负责这个实际作战上面的，所以关键是没有错，因为就算是有人可以上来，可是我是说，这个高阶的这种将领的训练不是一触可及的，而且所谓真正台海发生战争的话，不是只有所谓的东部战区而已。没错，这整个台海发生战的话，是从整个东海从北到黄海、东海到台海以及到南海，这是整个都连贯在一起的。所以这时候解放军的里面所谓的专业的这个职业军人是。有没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具有宏观跨战区整体作战指挥的这个能力？我想这可能是他们解放军现在可能要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换血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些分析也说，在换出来的这一批新血当中，那预料大概有70到80位70到80位这样的一个大幅度调动。当然，换血代表的是决策思维跟决策行为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好，那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些新的将领在未来这个大换血之后，他们上台以后向外，您刚刚特别提到，从黄海、东海到台海，乃至于到南海整个对外的军事决策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我们可以想到的，到时候当然，假如是我们现在关注是在特别是在对台海这个作战上面来讲的话，当然这时候所谓的火箭军跟海空军会是一个很关键的，至少在开始的阶段是很关键的一个力量。那目前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到底是谁会来顶替现在所谓空缺的，等于是完全是唱空城计的这个军委会。对，那所以在这时候，你说让剩下的那一位这个张生明来负责整个作战的机会，甚至于习近平自己跳进来指挥战，我想这好像也比较不现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说他给自己斩首了嘛。
啊，我们讲他给自己斩首之後，可能我覺得要看他接着拔擢的這個新的這個將領拔擢上來進入軍委的，進入軍委拔擢上來這些將領，我覺得才可以我們在做這個觀察，才會比較有具體的一些事實，否則現在一測，現在甚至於還有人一測啊，現在解放軍可能內部是不是習近平的這個軍權是不是穩固啊？現在可能甚至於都現在謠言滿天飛啦。不過總的來講，目前習近平我倒是看前幾天才剛接見這個英國的這個首相，所以目前他至少表面上面看起來好像還是老神在在的。所以假如是說他在近期之內沒有準備發動所謂的大規模的這個軍事行動，我所謂的近期內當然不是今年啊，我說在短期這未來，譬如說我們大家關心的2027啊，在這個最近的這個短期的這幾年內啊，假如沒有計劃所謂的這種大型的這個軍事行動，川普不是講嘛，他任內習近平不會打台灣嘛，他也講過很多次嘛，對不對？姑且不要講，我是說，所以我是說，假如習近平準備要進行所謂的大型的這個軍事行動，他軍委會的這個像這個位置啊，像他把清洗的這些絕對要補上來。那他補了哪些人？我想這我們才可以作為進一步觀察的這個角度。因為像現在的話，還坦白講，我覺得一切都很混亂。不過像我剛才講，可以很肯定的，被自己斬首的這個中央軍委會啊，現在你說要發動這種大規模的這種軍事行動，我覺得這可能還與現實有一些。的確啊，最近有一些分析啊，就特別分析到了說權力的穩固性啊，就是說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在軍方，尤其是這麼高層的軍事人士異動上面啊，做了這樣的一個調度呢，當然就表示他的權力現在是非常穩。好，那當然現在觀察重點就在於未來地補上的這些軍方的將領啊，他們的背景哈，可能要再做進一步深入的分析跟調查。好，那當然現在看到說中央的軍委會哈，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滿編的編制，其實中共中央軍委會是7個人。當然，軍委會的主席就是中國國家主席，也就是習近平啊。那在4中全會剩下4個人，就包括了習近平、還有張又俠、張生明以及劉振立。現在張又俠跟劉振立2人被拔除，就只剩下軍委會的主席習近平，還有剛剛提到的張生明，他是主管紀律檢查的。但問題來了，這會不會加速解放軍對周邊的地緣衝突去採取更鷹派的立場？剛才特別提到。未來上來的這些新將領們力求表現，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風險？我個人認為是短多長空啦，也就是說短期之內應該是對於周邊國家來講，中共對於外可能採取外擴或是比較可能是比較大的動作的這種可能性，相對來說短期之內會比較低。但是你說未來等到就是說習近平他培養的這些人通上來以後，因為你看習近平從這個2012年上來之後到現在，他其實在中共軍中已經有開始逐漸的培養他自己的這個信任的這樣一個人士啊，已經也多年。因為你看前面這是他的第3任期，等於說他現在是類似，如果說他今天要在軍方裡面做他自己的5年計劃的話，這已經可以到第3個5年計劃。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你說未來他換上來這些人，我覺得其實到現在大概差不多這種就是戰區指揮部的部分來說，大概應該都已經是他所信任的人，跟他在能力上獲得他所認可的這個人上面了。那像比如說最近你可以看到東部戰區新換的這個指揮官上來之後，就發動了這個和平正義使命的這個演習。是，那其實相對來說當然對我們來講壓力很大，但是你如果從解放軍整體的這個調度，還有各方面的這個完整的後戰那個後勤那個支援等等這樣一個符合作戰程序的節奏來看的話，東部戰區它這幾年對台的這個行動來說，基本上來說其實是相對的是對我們這個要害好，或者說對我們的這個防衛上的弱點，其實是相當那個掌握了我們的這樣一個弱點跟壓力。所以那這些人等到他們下一步，因為其實我相信從解放軍跟那個世界各國軍隊一樣，他每一個那個軍官的這個官科上去，他都會有這種所謂的停年的問題，也就是說他畢竟上來之後，可能在中將這個層級上要歷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进到中央军委去补他这个上将这个职缺。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习近平他上来之后所培植的这一系列的他所信任的这些军方的人马，大概差不多现在应该到一个中将的这样的层级，当然少部分也会进到这个接近开始逐渐接近到上将。那这个时候等到未来这些人历练过这个战区指挥官，然后补到这个中央军委，然后成为他的这个在中央军委能够遂行他意志的这个情况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周边的这些国家其实都有可能要承受共军未来更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共军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情况，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27年能够初步完成共军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所以到时候如果他们共军的这个现代化军建设完成了，然后再加上就是中共在人事上来讲，共军的人事上来说，由习近平他当初这些所欣赏的这些将领开始进到上将这个层级之后，那这时候未来他会对军权的掌控以及对军队的控制跟军队的运用会更完整，因为从中共来讲，它完全是一个党指挥枪的，它不允许这种枪指挥党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它一定会对枪的部分会牢牢抓住，动用它的政党的这个共产党力量去把这个从上到下完整的这个控制住，然后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说，是不是会形成过去二战时那种大本营的这种战报这种态势也不一定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总体来讲，它就是要党指挥枪。OK。重点是在这件事情它现在已经发生了将近1个礼拜了那在张又侠落马之后呢，前美国国安顾问 Sullivan 他也回顾在2024年跟北京在北京跟张又侠会面，他说呢，张又侠当时看起来并不担心就是老神在在，他说他也不需要去揣摩领导的心意。Sullivan 是形容张又侠他说话的风格就是直来直往，就是非常有军人的作风。那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还有蒙古事务科的科长叫唐安竹，他也认为呢，张又侠是现役解放军将领当中唯一能够针对解放军的实力还有短板就是弱点向习近平提供最优秀且最客观建议的人。所以现在张又侠落马了以后，这2天外媒有分析说，中美的军方之间万一没有了这个可以对话的人，会怎么办呢？好，我想其实从人来看中美关系是不太准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对话，尽管在川普第2任期，就是2025年1月川普上任以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还是保持非常的畅通。4月份这个中美之间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在上海，然后到下半年11月又在夏威夷开一次然后这个12月份的时候，美中的这个防务磋商由战争部跟中央军委会两边直接见面，然后这个其中还有在去年的11月，就是东协安全这个防长会议上面，其实美中也在这个两边的防长也在这个场合上碰面，那还不用说。香格里拉会议跟香山论坛双方的代表团的一些接触，也就是说，美中在川普上台以后的这1年里面，其实军事上面的沟通跟互动是非常密切，而这些是机制化的，它并不是靠着张又侠或是单一个别的人。那为什么美国会对张又侠这个人这么的，就是说这么念念不忘？那我相信，因为张又侠他在中央军委会的时间一共是14年，然后这其中有9年他是担任。这个副主席的位置，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很久，对，所以他这个时间就等于说，在习近平任内跟美国打交道，他们应该经常会碰到。对，那见面3分情，这个是会有互信的，就是双边因为了解，所以会有美国人会对这个人比较了解，然后就有安全感，会有互赖。那我相信在短期，如果张又侠离开这个职位，美中之间的沟通。对解放军来讲可能会变得比较保守，因为新的人上来，他不知道怎么拿捏分寸，也不知道张又侠是为什么发生问题。那他们在未来接触美军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口风可能会变得比较紧，也就是美方假设想要探听一点中国内部的军事情势。以前也许张又侠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但是现在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比较收紧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整体来讲，或长久来讲，或川普任内来讲，美中的这个军事对话的机制应该是持续在运作。那还不用说，2026年，川普跟习近平可能要见4次的面，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情势里面，恐怕不会因为张又侠一个人中箭落马。
或者是解放军的高阶现在遭到清洗，而本质上中断了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沟通跟交流。OK， 军方高层的对话也许中断到不至于，可是呢，就是在中间那个转述上面，还有特别是向上报给习近平做最后决策的中间那样的一个理解，还有包括建议啊。这恐怕是现在包括外媒，还有刚才特别点到了美国都应该要注意的风险。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